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新剧《王权篇》来袭，阵容实力对比历届仙侠剧刷新期待。敢问现在的小伙伴们，2024年谁还信未播先火的仙侠剧？但就是这么神奇，一部还没正式上线的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一脚踢开娱乐圈大门，一路活蹦乱跳的蹿红在众人眼皮子底下。别说，这新闻一放出来，猫都得抬头看，热度直冲3亿，诚意都没讲，已经把微博烧成火锅店。就这个架势，再不点进去看看都对不起咱这蹲守娱乐圈的 DJ 身份。问题来了，坊间传言杨幂的月红篇、刘诗诗的淮水竹亭都翻了跟头，很多吃瓜群众就开始给王权篇打扑街预警，这不是刚出门就掉沟里吗？但偏偏人家制片方把底气挂脸上，说啥10月中旬强势上线，谁来都一样火爆，你说这是信心还是膨胀？咱先按下不表，底下慢慢扒。先声明，剧还没播，热度已经炸裂。你说这排面吧，诚意亲自上阵演王权富贵，王权加兵人这个角色本身就自带檀木命，帅气加仙气的 DNA， 硬是把不少前作的剧粉都喊回来了。女主李一桐更是被朝体含体质，流量号召有点尴尬，但她脸蛋一摆，演技一抛，观众直呼我又信了，这 CP 感隔着手机屏都发酵了。再加上男二郭俊辰、女二何瑞贤以及一堆古装颜值扛把子，看阵容就跟打王者吃鸡似的，强得出奇，谁扑谁尬。连配角都熟悉的让人怀疑是不是黄金配角养成班毕业的。这阵仗，东北老大爷都得学会磕 CP。你说资源、流量、演技、颜值、噱头，哪个不够？可是网友并不傻，刚刚被月红篇淮水竹亭伤过心。都听过那个老话吧，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，谁敢拍胸脯说这锅不烫？但制作班底信誓旦旦，剧情主线明明白白，就看这两族3人的仙侠纠葛能不能把观众的心勾出来。别噱头3天热度，落地之圣檀木在刻。说来也是邪门，诚意这几年在古装仙侠赛道上是一路开挂，走哪都是大爆剧代言人，大家都憋着一口气，这回你还能不能续上？李一桐每逢新剧都有点体含流量，但成绩还就不赖，总能机灵地杀出血路。这回演个蜘蛛精青铜，造型、气场都在线，分分钟让人怀疑后台是不是加了特效。再说郭俊辰，颜值演技双重在线，女二何瑞贤古装造型也是鬼斧神工，加上张智尧这些熟面孔，你要是剧荒了，看阵容都能撑过一个秋天。但群众的眼睛比显微镜还毒，扑街警告这个梗早就铺满了每个剧迷的心窝。你看前2个大牌主创都没把系列口碑拉上去，这回又上新，是不是资方又想炒冷饭？但咱剧情设定倒还真有点新意思，不是单纯的傻白甜加霸总，而是人族和妖族的纠葛、家族恩怨、情感成长期上线。这种设定放在蒲松龄笔下一定能写3回本。总共30集，题材扎实，主线明晰，照理说是仙侠剧里的教科书。但实际翻车不翻车还得看磕 CP 的群众买不买账，毕竟流量时代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你宫斗我，我先见你，全靠网民一行檀木决定戏不戏。现如今，王权篇能火到什么程度？不光靠诚意李一桐的演技、颜值，更要看剧情不掉链子。毕竟前2篇的教训已经摆在菜市场门口，一味靠流量明星，观众不傻，演技颜值固然关键，但剧情玩脱了，就算满屏仙女，也只能喝水吃瓜。狐妖小红娘 IP 虽大，但想要咸鱼翻身，还得看脑洞够不够炸，制作班底舍不舍得下功夫。
这场仙侠颜值战不是拼谁更卷的拼谁更能养活故事。你要说老百姓怎么看？东北大妈蹲点追剧的时候，经常一边炖菜一边念叨杨幂都救不回来，刘诗诗也扑了，这成一行不行啊。小年轻则半夜刷弹幕不行，我就转头追柯南。大家都怕剧一开播就是仙气软趴趴，剧情跟抽签一样飘，不知道最后谁又背锅。但有程毅和李一桐这样的阵容，网友又忍不住期待，说不定让人打脸呢。这就是仙侠剧的魔力，越扑火越有人追。要是剧情靠谱，一夜之间就能刷屏；要是翻车，隔壁朋友圈都能开黑。不过你要是只看表面，觉得瞧瞧这流量阵容就无敌了，那可真的是大娘卖菜只看脸。好戏还得看能不能落地，人物丰满不丰满，故事扎实不扎实，能不能撑起千军万马的剧粉。观众早就不是3岁娃，蹲在屏幕前只等王权篇上线后一遍遍喊服了，或者再也不信系列仙侠剧了。娱乐圈这秒变翻转，谁能想到一部剧还没播，倒是把网友撩得心痒痒。一到王权篇能不能一夜爆红，还是被剧荒砸到谷底？恐怕连编剧都没谱，观众才是真正的裁判。至于反方观点，绝不只是嘴上说说。好多人尖着嗓子提醒这系列烂尾多了，别以为换个主演，修个特效就能翻身。也有人说程毅、李一桐撑起半边天也没用，一本漫画拍不出情感深度。更有死忠党坚信人家仙侠剧从来都是真香定律，你不服还不是因为你没搁屏前哭。每一方观点都像东北风一样凛冽，吹得人脑袋发麻。而制作方这边是一种假性平静，表面嘻嘻，其实内心早就紧张到掉头发。你得知道，现在追剧群众是炼丹师，一看剧情掉线，角色崩盘，就全员开黑。你想啊，前面2部主角都顶流，还不是被剧情绊倒了？这次又拍30集，能不能撑到剧中？谁敢打包票说不翻车？别到头来，观众追到一半，弹幕都变成主持人请下麦了。到了，剧情突然杀出来个大转折，比如蜘蛛精青铜不再只是娇弱美人，而是踏上自我救赎之路。王权富贵的家族恩怨不只是儿女情长，还有江湖大义。角色一旦多层次，观众就不容易出戏，仙侠剧也能一跃成为冲浪冠军。再加上优质特效，较真的武打，搞不好真能救口碑一命。此时各方矛盾全爆发，前文扑街论反而变成都打脸论，谁说不能大爆？但别以为风平浪静，随即而至。剧集看似解决了流量和人物问题，实际暗中最大危机还在，那就是观众的脸永远是变色龙。剧情一旦掉链， CP 感过了头，或者仙侠氛围腻到发麻，可能分分钟被娱乐圈的冷热风吹到凉凉。各方立场此刻已经彻底对立，一边是死忠党高呼真香，一边是黑粉嗷嗷喊救这。平台还得时刻忍受弹幕里的狂轰乱炸，和解基本告吹，谁比谁嘴硬。到我就得用咱东北大白话说一句舆情这玩意儿，别把观众当傻子。一部仙侠剧，编剧导演靠实力，演员阵容要顶住，剧情才是硬通货。大家喊着王权篇能不能逆天改命，其实拍板的不是资本也不是演技，是那一屏幕的心跳弹幕。你要说这剧能火，假装夸一句诚意真行，一桐真美，编剧都快成天才了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让口碑回暖靠一个主角，剧粉是不是吃不起瓜了？小编掏心窝子问大家，能不能别光看脸抓流量？一部剧能不能长红，还不是得靠剧情是王道，演技是底子。正反两方炒成一锅粥，这王权篇究竟是系列翻身的救命稻草，还是又一次流量过把瘾就死？谁能真心预判？评论区见分晓。你觉得一部仙侠剧
是拼流量阵容，还是必须剧情硬核？程毅、李一桐的强 CP 阵能，有没有可能真带动整个系列逆天改命？